太陽發出的光到底能跑多遠？它能不能一路狂奔，最終抵達宇宙的盡頭呢？這可不是個簡單的是或否能回答的問題，裡面藏着宇宙最深奧、最令人着迷的秘密之一。今天，我們就來一場關於光速旅行的宇宙大冒險，一起揭開這個謎團，保證讓你大開眼界。我們都知道，地球上的萬物生長、生命的繁衍都離不開太陽光，它溫暖着我們，滋養着一切。但你知道嗎？我們地球從太陽那裡接收到的能量，僅僅是太陽總輻射量的大約22億分之一。這個數字是不是小得驚人？剩下的絕大部分光都像脫韁的野馬一樣，以每秒30萬公里的驚人速度，一頭扎進了浩瀚的宇宙深空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這些光真的能無限傳播嗎？它們真的能跑到宇宙的邊上去嗎？如果宇宙有盡頭的話，那盡頭又是什麼樣子呢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得先從光的本質說起。光，這個宇宙中最快的信使，可不簡單，它擁有着波粒二象性的超能力。從波的角度看，光其實就是一種電磁波。想象一下，在宇宙的舞台上，電場和磁場就像一对永不停歇的舞者，它們你追我趕，互相轉化，以光速向前傳播。這種電磁波的傳播不需要任何介質，也不需要額外的能量。它可以在真空的宇宙中暢通無阻地前進，就像水波在水面擴散一樣，只不過它是在三維空間中擴散。麥克斯韦大神早在100多年前就用他的電磁方程組完美地描述了這種现象。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，電磁波在理論上是可以在宇宙中無限傳播的。這是不是有點酷？那從粒子的角度呢？光的最小單位是光子。一束光其實就可以看成是由一大群光子組成的光子大軍，這些光子可都是宇宙中的長壽星，它們的半衰期是無限長的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它們不會無緣無故的衰變或消失，只要不碰到什麼東西，它們就能一直飛下去，直到永遠。所以，綜合波和粒子的特性，我們可以得出第一個重要的結論：在沒有遇到其他物質阻礙的情況下，太陽發出的光確實可以在宇宙中無限傳播，它們是宇宙中最執着的旅行者。聽到這裡，你可能要問了，那宇宙裡那麼多星星、星系、星際塵埃和氣體，光怎麼可能不遇到阻礙呢？總會撞上點什麼吧？這問題問得太好了，這正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關鍵點。我們來算一筆賬，看看宇宙到底有多空。科學家們根據最新的觀測數據和宇宙學模型計算出，宇宙物質的平均密度大概是每立方米只有6個质子。這個數字聽起來可能沒什麼概念，但我們打個更形象的比方，如果把一個质子放大10萬億倍，讓它變成一個直徑大約1.6厘米的玻璃彈珠，那麼按照這個比例放大後的宇宙，平均每100萬億立方公里的空間裡才會有6個這樣的玻璃彈珠。是不是感覺宇宙空曠的嚇人？這就像你在一個比地球還大無數倍的巨大房間裡只放了幾顆彈珠，光子要撞上這些彈珠的概率簡直比中彩票頭獎還低無數倍。所以啊，太陽光在這種稀疏到極致的宇宙空間裡傳播，就算不能絕對無限傳播，那也差不了多少了。絕大多数光子都能傳播非常非常遠的距離，遠超我們日常生活的想象。我們的太陽大約46億年前誕生，所以它最早發出的光現在已經傳播到46億光年外了。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它們還會繼續向更遠的地方進發。想想看，你現在看到的某顆遙遠恆星的光，可能是在幾百萬年前，甚至幾十億年前就出發了。那束光穿越了漫長的宇宙歷史才抵達你的眼睛，是不是感覺自己瞬間穿越了時空，與古老的宇宙進行了一次對話？既然光能跑這麼遠，那它能不能跑到宇宙的盡頭呢？很遺憾，答案是不能。而且這個不能的原因比你想象的還要複雜和震撼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的宇宙它一直在膨脹，而且這種膨脹還在加速。想象一下，你在一只正在不斷充气的巨大气球表面畫上2個點，隨着氣球越吹越大，這2個點之間的距離是不是也越來越遠？而且它們互相遠離的速度還會越來越快。我們的宇宙膨脹，
就有點像這個氣球，但它更複雜，因為它沒有一個外部来膨脹。宇宙空間本身就在擴張。觀測數據顯示，宇宙中任意2個點，它們的距離每增加100萬秒差距，大約326萬光年。它們因為宇宙膨脹而相互遠離的速度就會增加大約每秒68公里。這個數值被稱為哈勃常數，它是衡量宇宙膨脹速度的關鍵參數。根據這個數據，我們可以算出來，當宇宙中2個點之間的距離達到大約144億光年的時候，它們互相遠離的速度就達到了光速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打個比方，如果現在有一顆恆星，它剛好位於距離太陽144億光年的位置，它發出的光雖然以光速向太陽前進，但同時由於宇宙的膨脹，它又以光速遠離太陽。這2種速度一抵消，結果就是0，這顆恆星發出的光就永遠也到不了太陽。反過來也一樣，太陽發出的光也永遠到不了這顆恆星。這個144億光年距離就是我們所說的宇宙世界或者哈勃半徑的一個近似值，它代表了光能夠到達的最遠距離。任何超出這個距離的光都將永遠無法抵達我們，反之亦然。這就像一個宇宙的速度限制，不是光速不夠快，而是空間膨脹得更快。你可能會說，那宇宙的盡頭不是更遠嗎？沒錯，我們現在所說的可觀測宇宙，它的半徑大約是465億光年。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呢？它不是光傳播的距離，而是宇宙大爆炸以來，那些光子從宇宙最遙遠的地方發出，經過138億年的旅行。同時考慮到宇宙膨脹，它們現在距離我們有多遠？目前已知最遙遠的星系候選者之一 MAX 0647 JD， 它發出的光經過了133億年才到達地球，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它133億年前的樣子。但科學家們計算發現，由於宇宙的膨脹 ，MAX 0647 JD 星系現在與我們的實際距離已經達到了大約322億光年，而這僅僅是可觀測宇宙的範圍。在可觀測宇宙之外，還有更廣闊的全宇宙，它的範圍可能無限大，也可能只是比可觀測宇宙大得多。我們永遠無法看到可觀測宇宙之外的任何事物，因為它們發出的光永遠无法抵達我們。這就像你站在一個不斷擴大的泡泡裡，你只能看到泡泡壁上的景象，而泡泡外面還有更廣闊的空間，但你永遠无法觸及。近年來，詹姆斯·韋伯太空望遠鏡的投入使用，更是將我們對早期宇宙的觀測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。它捕捉到了宇宙大爆炸後僅幾億年形成的星系的光芒，這些光芒穿越了宇宙的絕大部分歷史，讓我們得以一窺宇宙嬰兒時期的模樣。這些新發現不斷刷新着我們對宇宙年齡、大小和演化過程的認知，也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宇宙膨脹的巨大影響力。所以，我們總結一下：第一，太陽發出的光在沒有遇到阻礙的情況下，理論上可以無限傳播，但由於宇宙的膨脹，它永遠无法到達距離我們144億光年之外的天體。這個距離是宇宙膨脹給光速旅行設下的天花板。它定義了我們與宇宙中某些區域的因果邊界。第二，至少在距離太陽322億光年的地方，還有其他的星系存在。這說明宇宙的實際範圍遠超光能到達的極限，甚至遠超我們目前可觀測的範圍。因此，就算宇宙真的有盡頭，並且光還可以在宇宙中無限傳播，太陽發出的光也會因為宇宙的膨脹而永遠無法抵達那個盡頭。是不是感覺有點小小的遺憾，又有點被宇宙的宏大和深邃震撼到？宇宙的奧秘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和迷人。